体会人间冷暖，看尽世间百态。欢迎您收听人生语录。佛说，缘起缘落，缘聚缘散，一切都是天意。缘起，人与人相遇，在一起生活；缘落，人与人分离，挥手说再见。有些缘落，预示了这两人各走各路，此生不再有交集；还有一些缘落，预示了当事人的离开，匆匆遁去红尘，与身边人天各一方。红尘就是一个由无数缘分构成的空间，当中的每个人都会受到缘分的指引和影响。等人们身上的缘分消失了，就证明离归去不远了。有一句禅语是这么说的：无缘者不得入红尘。大致意思是，那些没有缘分或者失去缘分的人，是无法来到红尘，无法在红尘中生存的。就拿孩子跟父母的缘分来说，如果双方的缘分逐渐消失，说明某一方要远离另一方。这远离，要么是斩断关系，要么是阴阳两隔。父母和子女缘尽，会出现这几个迹象，暗示人要归去。儿女要更加用心去珍惜和善待。一、身体机能衰退，得了无法治愈的病。父母与子女的缘分走到尽头时，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体机能衰退。当父母得了无法治愈的病时，子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病魔折磨，却无能为力。余生请多指教忠临之孝的父亲，得知自己胃癌复发，生命进入倒计时，他觉得自己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女儿。原本对女儿的男朋友顾魏并不看好，他觉得他年纪比女儿大太多，平时工作又忙，怕女儿婚后会被怠慢。在后来的相处中，他觉得顾魏是一个可靠的男人，于是主动与顾魏的父母见面，并且打消顾魏的疑虑，让女儿顺利与顾魏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如此着急地把女儿托付给女婿，是因为他自知时日无多，希望有人代替他继续照顾临之孝。父母与子女缘分散尽时，身体变得越来越弱，行动越来越迟缓。有时子女喊他们要好几声之后，他们才会满怀疑惑地转过头来。尤其是当父母患病后无法治疗时，与子女的缘分就进入了倒计时。当父母身患重病，趁对方还在身边，作为子女，要尽可能地陪伴他们，伴他走过最后这段时光。二、父母会跟孩子说朴素的真话。《三国志·蜀志·先主传》中记载，汉昭烈帝刘备在临终之前，跟刘禅说了一番话：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。为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汝父德薄，勿效之。不要因为较小的恶事就去做，也不要因为较小的善事就不做。唯有德性深厚，才能够收获人心，得到别人的尊重。你父亲我德性不够，你就不要模仿了。一代雄主刘备竟然说出如此善良有德的话，这说明了什么？就一句话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父母临终之前，只会跟孩子说，要做一个好人，上对得起天，下对得起地，中间还要对得起良心，如此就不枉此生了。还未缘尽，父母也许会教育孩子，要不择手段做事，不择手段去赚钱，比较势利。可到了缘尽的那一刻，人之心态变了，说的话自然也变了。人从复杂变得简单，从恶意变得善良，这就是老子谈到的返璞归真。三、父母会叮嘱孩子，吩咐后事。有一个案例，某天夜里，老父亲一反常态，将孩子叫到房间里面促膝长谈。孩子很疑惑，父亲不是多话的人，为什么今天会如此健谈呢？在交流的过程中，
老父亲给孩子说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以及归去后的安排。孩子虽然不解，可还是把父亲的话听进去了。一大早起来，孩子发现老父亲在睡梦中离去了，特别安详。这一刻，孩子才明白，父亲昨晚跟自己促膝长谈，是因为父亲觉得自己油尽灯枯了。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预知时至。所谓的预知时至是佛家用语，大致意思是人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在什么时候走到终点。就像清代后期的名臣曾国藩，临走前的几个小时，还让孩子扶着他到园子里面散步。说完该说的话了，曾国藩就端坐在椅子上离开了。父母跟孩子缘尽之前，会跟孩子吩咐自己的后事，叮嘱完就走了。4. 父母的气数去到孩子的身上。有诗云：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。所有老旧的东西都会逐渐消失，而新生的事物永远都会代替老旧的事物。父母离去后，孩子就会代替父母，孩子的孩子也会代替他们。谈到代替，就不得不提到这么一个词：气数。一个人气数将尽，另外一个人绝对气数旺盛，这一弱一强，就形成了人世间的循环。如果不好理解，我们可以看一看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里面有这么一句话：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大致意思是，天道会减损多余的，而补全不足的。父母经历过气数的巅峰，孩子还未经历过，那天道就会让父母走下坡路，而让孩子走上坡路。这就是所谓的枯荣兴衰。正如古人所言，枯荣兴衰皆前定，浮生劳碌空自忙。5. 父母使命完成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古人有诗云：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一代新人换旧人。为什么非要换旧人，而不让旧人一直存活下去呢？首先，历史需要发展；其次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要完成。就拿秦朝的发展来说，秦始皇嬴政的太爷爷秦昭襄王嬴稷在位50多年，弱六国，灭东周，让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中的第一强国。嬴稷临终前有一个遗憾，那就是无法统一天下。虽然说嬴稷的儿子、孙子都走得早，但嬴稷的曾孙子嬴政完成了秦国历代君王的心愿。嬴稷打怕了六国，而嬴政征服了六国，统一了天下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，每个人都在历史的过程中做好自己的分内事。无论是父母跟子女缘尽，还是长辈跟后辈缘尽，都是一代新人换旧人的体现。我们不必悲伤，只需接受现实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再会。